大婚当日，未婚夫牵出另一位新娘。婉仪，我知你向来贤惠懂事，可我若不娶瑶瑶，她便要被迫入宫选秀了。除了我，没有人可以再帮她。不如我将你们一起娶进门，从此你们姐妹相伴，不分大小，平起平坐，你看可好？你说要我做平妻？太后有旨，7品以上官员的适龄之女皆要入宫选秀，钦此。老爷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爹娘，发生什么了？婉儿，太后下了懿旨，这次大选，凡7品以上官员的适龄女儿都要入宫选秀。我知道了，爹娘担心我。婉儿，你可知那宫中是什么地方？爹不想你。爹，我晓得。婉儿别怕，娘早就替你相看好了平津侯谢焱，出身世家，为人端方。若你与他成了亲，便不必入宫选秀了。娘亲操的是婉仪的心，婉仪都听爹娘的。好孩子，3日后便是大婚吉日，爹已替你备好了10礼嫁妆。崔家的女儿嫁到哪里都不会受委屈的。那婉仪先告退了。小姐，您真的愿意嫁给谢侯爷吗？您从前总说婚姻大事不能草率。小二，你说这世间可有真正的良人？自然是有的。3日后的事，谁也说不准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吉时已到，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，新人拜堂。慢着！拜堂之际，他这是想干嘛？这怎么又出来一个新娘子？平齐侯这是疯了吗？婉仪，我知你向来贤惠懂事，今日事发突然，我来不及和你解释。可我若不娶瑶瑶，她便要被迫入宫选秀了。除了我，没有人可以再帮她。我实在无法冷眼旁观，不如我将你们一起娶进门，从此你们姐妹相伴，不分大小，平起平坐，你看可好？蒋瑶不是要入宫选秀呢？她不是犯官江大人的女儿吗？全家被贬到了班州，当时是谢老夫人可怜她，把她接到侯府，没想到她居然勾引自己的表。亏得婉仪还把江瑶当成最好的姐妹，结果她居然抢她的夫婿，好不要脸！表哥，崔婉仪，我在与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女人出嫁以夫为天，为何夫君与你说话，你却置之不理？夫君，你还不是我的夫君。一起进门，那我与江瑶，谁是妻，谁是妾？婉仪，我说了，你和瑶瑶不分大小，是平妻。我是崔家嫡女，陪嫁无数金银入府，你却要我与一个犯官之女平起平坐。婉仪，我知道你委屈，可瑶瑶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，她心性纯善，燕儿娶她也是为了救她。不过一个平妻，你身世显赫，嫁入我们谢家做宗妇，你放心，我这个做婆母的绝不会薄待你。若燕儿之后对你不好，我必会为你做主。瑶瑶也说过，不会与你争宠的。瑶瑶昨日还说，虽然是同时进门，但是新婚之夜，她愿意退让，让我歇在你屋里，这样你总满意了吧？江小姐这般贤惠，倒叫人另眼相看。这样大度的女子，做平妻是委屈了，该做侯夫人才是。谢燕，既然你与表妹情投意重，我愿意成全你们。来人，把嫁妆抬回崔家，太傅府与平心侯府的婚约就此作罢。来人，把嫁妆抬回崔家，太傅府与平心侯府的婚约就此作罢。是小姐。慢着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们马上要拜堂成亲了，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难不成你爹娘就是这样教你的？如此没有分寸，怎么配做我的夫人？侯爷，原来你也知道婚姻大事不可儿戏。你在成亲这日突然变卦，要娶你的表妹为平妻，请恕婉玉不能接受。当日谢家与崔府议亲时，也从未提过要3人一起拜堂。你觉得我踏入谢家的大门，就是你谢家的人，只能捏着鼻子认下。只可惜我崔婉仪却不是这样忍气吞声的人。平心侯府欺骗在前，即便是闹到陛下面前，我们家也是不怕的。崔小姐，我并非有意让你难堪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自从父亲被贬官到儋州，便无人再为我做主，只能求表哥救我。如果你实在介意，瑶儿愿意为妾，只求你让我进门，可好？
这什么？简直不要脸！你家未出嫁的千金小姐会如此不检点？这不是瑶儿的错，是我情不自禁做下错事。要怪便怪我吧，与她无关。你们早已私相授受，何必装成一副被逼无奈的模样来逼我就范？我崔氏女绝不受这样的委屈。从今日起，你我婚事作废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从今日起，你我婚事作废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可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。谢侯爷，请你自重，我家小姐还未与你拜堂，这婚事还未成呢。婉仪，我是真心要娶你为妻的，只是瑶儿的家族获罪被贬，她的继母又瞒着她，将她报上了大选名单。瑶儿实在是无路可走了，你就当可怜可怜她吧。可怜她？谁来可怜我的婉儿？婉儿，他没欺负你吧？我和爹接到消息就赶过来了，谢家简直是欺人太甚。谢侯爷，你如此辱我崔家，这门亲事还是就此作罢吧。来人，接大小姐回府。是。婉儿，侯爷，如今可怎么办是好？不如就让瑶儿进宫选秀吧。原是我痴心妄想，我以为崔小姐是高门淑女，定会容得下我，但没想到她竟是如此善妒之人。胡说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怎么还能去选秀？先拜堂成亲吧。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，新人拜堂。婉儿，娘亲，谢家欺人太甚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，我要去找他们。够了，你妹妹没受伤就好，莫要再生事端。婉儿，本来是为了怕你入选才定的这门婚事，如今仓促间哪里再去找一个合适的夫家？难不成真要送你入宫？妹妹，你别担心，哥哥去给你寻摸。京城里好人家多的是。哥，不用了。爹，娘，女儿决定了，我要入宫选妃。你要入宫？你可知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以后再也不能如寻常女子那般自在。若有什么不顺意的，爹娘也未必能为你做主。娘，您从前不愿我入宫，千挑万选替我选中了谢燕，以为她出身世家，端方良人。结果崔家早晚要送一个女儿进去的。我如今已经被毁了名声，想必也找不到什么好婚事，不如就让我入宫吧。否则以谢燕的性子，她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女儿入宫选秀，成与不成，她都不能再纠缠我了。妹妹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，宫里不是好待的地方。哥，我想清楚了。唉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们也只能成全你。不过婉儿放心，我们崔氏一门都是你的仪仗，即便你入宫，想必陛下也不会太薄待你。婉儿，你是娘最疼的孩子，若是在宫里受了委屈，你一定要让娘知道。小姐，霞儿愿意陪小姐进宫。好，那就一起去。老爷，太后娘娘的懿旨到了。太后娘娘懿旨：太傅嫡女崔氏婉仪，温柔贤淑，秀外慧中，深得太后喜爱，特封为淑妃。1月后入主长乐殿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恭喜太傅大人，恭喜淑妃娘娘，娘娘福泽深厚，未进宫便已封妃，这可是大喜事儿啊！时辰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婉儿，这未进宫便封妃，这是太后给崔家的体面。婉儿，这是好事。爹娘，婉仪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婉儿，如今你是淑妃之身，凡事更要谨慎。入了宫，便是另一番天地。爹和你娘会时时惦记你。女儿记住了。小姐，您可要好好。你跟着我进宫，哭什么？未进宫便封妃，这是给太傅府的脸面，也是给崔家的脸面。1个月后，我便要踏入那高墙深院，此后的路只能靠自己走。小姐，这家锦绣阁的料子是京城最好的。您上次不是还说那副云锦配了硫磺线？进去看看。小姐，这料子真好看，做宫装最合适不过了。崔小姐好兴致，这大红的料子，莫不是在挑嫁衣？前日我记得某人说过要取消婚约的呀，
难不成这么快就后悔了？可侯爷如今已娶了我，你再想入府只能做妾，这大红的嫁衣可就不能再穿了，免得惹人笑话。我们小姐挑什么样的段子，与你何干？你少在这里得意，可知？霞儿，这位夫人，您要的烟霞色外衫，我给您拿来了。怎么挑了这么久，还没有挑中喜欢的衣裙吗？侯爷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过几日便是宁安郡主的生辰，你如今是平津侯夫人了，身份不同往日，一定要打扮得隆重些，不能丢了侯府的面子。这几匹颜色太素，去把你们店里最新出的、最贵的料子都拿出来，让夫人挑选。多谢侯爷心疼。小姐，这个好看。婉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谢小侯爷。你拿着这红头做什么？这种正红旗，不是你该看的。掌柜的，方才我看过的那一批时兴的料子，尤其是这几匹正红、海棠红和石榴红的，我全要了。哎呦，崔大小姐真是大手笔！算好账目，稍后直接送去太傅府。是，一定准时送到。咱们这就给您打包，一定耽误不了您新补的嫁妆入府。什么嫁妆？怎么还要添嫁妆？崔婉仪，给我把话说清楚！除了我，你还敢嫁给谁？什么嫁妆？怎么还要添嫁妆？崔婉仪，给我把话说清楚！除了我，你还敢嫁给谁？谢侯爷，你我婚约已废，早已无半分干系。我买什么还轮不到你来治水吧？终于好了，走。崔小姐，货都送来了。另外，我们以重金请了京城里最好的绣娘，日夜赶工，绝对会在婚期前将您要的衣服绣好。还请掌柜的勿声张才是。那是自然，客人的隐私我们从不外传，何况是崔小姐的事儿，您放100个心。绣娘们这1个月全部都会住在店里。有劳掌柜了。小姐，这件海棠红宫搭配你那套翠玉头佩，必定好看极了。先放一边。大小姐，平津侯来了，还抬着10几箱礼物。什么？把这些东西都放下。婉儿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嫁进侯府，你与瑶瑶不分大小，平起平坐。谢燕，你的脑子里都是水吗？你以为除了你，我便无人可嫁了？我们的婚事，京城人尽皆知，你与我议亲都到了拜堂这步，还有哪家冤大头会娶你？成亲那日你当场悔婚，我忍了，还亲自上门赔礼道歉，你闹也该闹够了。谢燕，不是每个人都像江瑶一般没见识，把你当个宝。你可知，如今外面都传成什么样了？谁敢上门求娶你？要不是瑶瑶说可怜你嫁不出去，让我低头认错，将你娶进门去，我才不会来。你知道瑶瑶的父亲当年犯了事，匆匆外放，没给他留什么东西。他与我成亲的匆忙，许多嫁妆未来得及置办。如今他比你早进门，却愿意与你平起平坐，不如你将嫁妆分他一半，到时候传出去也是你的一片心意，不至于让人议论你跋扈善妒，容不得人。小姐，江瑶一个犯官之女，讨饭都讨到崔府来了，不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明日你让她拿着碗，京城豪门挨个敲一遍，说不定更能博得美名，说她一片初心，为了凑够嫁给你的嫁妆，连脸都不要了。那这样，我知道你的嫁妆里有一套祖传的翡翠头面，华贵异常，不如你把这套头面送给瑶瑶做见面礼可好？正好，过几日便是宁安郡主的生辰，瑶瑶没有上得台面的首饰，新买的那些也显不出世家豪门的贵气。崔家祖传的宝贝无数，不过是让你送一套给瑶瑶，也显得你大气不是？等郡主生辰，你们俩一起出席，让京城中的夫人小姐们看看，你们2人娥皇女一，也称得上一段佳话。谢燕，我们家的东西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，你口中的区区一套翡翠头疗，那可是先昭义太后留给娘家女儿的，传给了姑母，姑母又给了我，那是皇家体面，你们平郡侯敢接吗？江瑶一个犯官之女，她配戴吗？住嘴！江瑶不是犯官之女，她如今是平信侯夫人。霞儿，把这些东西都丢出去，
我们崔家和谢家再无瓜葛。是，若还有当差不力的，再敢放人进来，通通赶出去。哎，别搬，别搬！婉仪，我知道你面子上过不去，这些是我补给你的聘礼。我已经叫人看好了吉时，6月初8是大吉之日，到时候我自会给你正式的尊荣。你收拾好嫁妆，安心待嫁便是。你别任性了，你要知道，如果我不娶你，你就要入宫选秀了。你可要想清楚，是愿意入宫，还是愿意嫁入侯府？都搬出去，一件不留。小姐，那些东西怎么处置？让人把东西抬出去卖了，折得的银两都捐去善堂。善堂那边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这些银子够他们1年的花费了，也算他谢燕做了一件好事。小姐，谢侯爷说要在6月初8娶你进门，他这是认定了小姐无路可走。他以为我没了他，便只有入宫一条路，所以才拿这个来威胁我，让我乖乖嫁侯府，跟他的共侍一夫。真是气死人了！霞儿，他倒是猜对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我是要入宫的，只是不是他说的那般去做什么选秀的秀女，而是去做淑妃。小姐，那谢侯爷他到时候知道了，怕是要懊悔死。那倒是与我无关了。婉儿，宁安郡主派了贴身丫鬟来送帖子，特意请你去赴生辰宴。郡主亲自送帖，我要承他这份情。你如今是待嫁之身，出门赴宴会不会招人闲话？郡主的生辰宴不去才是失礼。婉仪，你今日这身打扮真好看，那只发簪哪里买的？是家里备着的，倒没专门去买。崔家的东西向来好，难怪。崔小姐好兴致，想必是夫君答应了要娶你入门，你心里的大石落了地，竟还有心情出来赏花赴宴。这枚玉佩是当时我与谢燕定亲时两家互换的信物。崔小姐好眼光，这玉佩可是击鼓的好东西，夫君平日最喜欢了，日日不离身。成婚那晚，我只说了一句我喜欢，他便送给了我。这是崔家的东西，谢燕也好意思将它送人？崔婉仪，你怎能这般无礼？等你嫁进平心侯府，我要你好看！你真以为夫君说给你平妻之位，你便是侯夫人了？谁人不知，平妻不过是个好听点的称谓罢了，不过是个妾。等你进门，我要好好给你立立规矩，让你知道是什么是上下尊卑。谢夫人好大的口气，在我郡主府如此大放厥词，知道的以为你是平信侯夫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皇后驾到呢。怕是我这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来人，送客。崔婉仪，你别以为有郡主帮你说话，你便得意了。等你嫁进侯府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这位谢夫人当真是不知深浅，人家可是郡主的寿宴，她这是……婉仪，委屈你了，这等人你不必与他计较。郡主今日的寿宴都照我搅了，是我该说抱歉才对。什么话？倒是那江瑶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，我才不惯他。宁安郡主是瑞王唯一的女儿，深得太后喜爱。她在今日这样护着我，想必是从太后那里知道了我封妃的事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里面的宴席不是还没散？是崔婉仪，她当着所有人的面叫郡主的侍女把我赶出来，我一没有说错话，二你在郡主府说了什么？我不过是说了几句，崔婉仪不知深浅。你丢尽了侯府颜面，走回去。你在宁安郡主的寿宴上被赶出来的事，今日便能传遍京城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平义侯夫人，不是街市上的泼妇。表哥，我是为了你，崔婉仪她……够了！小姐，锦绣阁掌柜来了，说是送衣裳来了。崔小姐，我们锦绣阁10几个绣娘紧赶慢赶，终于赶上了吉日。您瞧这针线，辛苦诸位了。小姐客气，只要您满意，便是值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平津侯带着人冲进来了。婉仪，今日我们成亲，你怎么还未穿上嫁衣？崔婉仪，你不过是个平妻，一个妾而已，你怎么敢穿如此隆重的衣服？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！来人，把这嫁衣拿下去！哼，把我带来的那套粉色嫁衣拿上来！江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是我太傅府，岂容你放肆！今日我们太傅府有喜事，容不得你们胡来。若是传出去，怕你们平津侯府担待不起。崔夫人，你的女儿若不嫁进侯府做妾，
就要入宫选秀了。你们如今这么硬气，倒是别求着我们侯府才好。来人，把粉红的嫁衣给崔姨娘穿上。崔姨娘，赶紧的吧，吉时要到了。放开我家小姐！圣旨到。小姐，宫里来人了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大喜的日子，平津侯也来凑热闹。李公公，可有什么指示？崔氏婉仪接旨，皇帝诏曰：太傅嫡女崔婉仪，钟祥氏族玉秀名门，性秉温庄，今册为正一品淑妃，即刻进宫主长乐宫亲此。恭喜淑妃娘娘，皇上派奴才将娘娘册封的吉服送了过来，还有这凤冠，乃是太后娘娘特意叮嘱的，说是昔日昭义太后所赐，让娘娘进宫时带上。什么吉服？什么淑妃娘娘？平心侯不得无礼，崔小姐已经被圣上钦点为正一起淑妃，侯爷也该知道上下尊卑。淑妃娘娘，一会儿吉时就要到了，您先去准备吧。辛苦公公跑这一趟了。哪里，都是分内的事，分内的事。淑妃娘娘请吧。淑妃娘娘真是倾国倾城之貌啊，难怪还未进宫便封了妃位，日后若生下一儿半女，那还得了？不可能，你怎么会入宫？你可是太傅嫡女，若是不想入宫，法子多的呢。我去求皇上，我们早就两情相悦，都到了拜堂成亲那一步，皇上怎么能夺人妻子呢？平津侯，我如今已是皇上亲封的淑妃，你胆敢胡言乱语，不怕项上人头落地吗？婉仪，我知是我对不起你，瑶瑶无依无靠，我不过是可怜她，我从未想过与你闹到这个地步，更加没有想过你会入宫。谢侯爷，今日是淑妃册封的好日子，你在这里捣乱，是要抗旨吗？婉儿，好好娘，我会的。皇上下旨要用半副皇后仪仗来迎淑妃，还请淑妃娘娘上轿。婉儿，好好的。婉仪，崔婉仪，堂姐，婉仪喜欢的人是我，求你帮帮我。你但凡脑子清醒一些，也不至于犯下这样的大错。为了一个宦官之女，竟然得罪了太傅，还搞砸了婚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堂姐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可是如今她可是皇上亲封的淑妃，位分比我还高，我如何帮你？你只需在皇上面前透露，崔婉仪仍对我有旧情，我不信皇上还能宠爱她。到时候她被赶出宫，看谁还要娶她，她最终只能嫁给我。谢燕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皇上就算厌弃她，看在崔家的面子上，也不会赶她出宫的。你可知道，觊觎皇上的女人是什么下场？你为了娶崔婉姬，要将整个平心侯府都置于险地。当初你在婚礼上羞辱她的时候，你要娶江瑶做平妻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如此痴情呢？我不可能帮你，也不可能让你乱来，我看你是疯魔了。谢燕，你给我好好回去待着，不要再生事端，否则莫怪我这个堂姐不认你。婉仪，小姐，娘娘，婕妤娘娘叫人来传话，谢侯爷进宫来了，还说要在皇上面前。你说仔细些。娘娘，谢侯爷这是要害您，若不是婕妤娘娘没有应下，若不是我早有安排，只怕早就被这个蠢货害死了。娘娘早就料到了。惠婕妤能放任身边的宫女来给我传信，是她不想得罪长乐殿。你去备一份礼，明日送过去。是。谢燕，你以为我入了宫还能随你拿捏？可惜了。我家娘娘心疼平津侯夫人，平日里事情繁多，又忙着主持中贵，只怕是照顾不好侯爷，特赐下2名妾室，专心侍奉侯爷，既是替夫人分忧，也好为侯府开枝散叶。崔婉仪就是故意的。她如今是淑妃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敢直呼淑妃娘娘的名讳？你是因为宫里堂姐给你赐了美妾，所以心里高兴吧？崔婉仪就是故意的，她一入宫就撺掇婕妤娘娘给你纳妾。我告诉你，在我生下嫡子之前，你不许睡别的女人。这是娘娘所赐，由不得你说要不要。你也要争气些，侯爷那头你自己想法子去笼络，不要整日哭哭啼啼的，难看。老夫人，是那2个狐狸精，那是婕妤娘娘赏赐的，你敢把人赶出去？若是闹到娘娘跟前，还有你的好。侯爷，您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？你出去吧。娘娘，这件如何？太素了，
那这件海棠色的，这件好，衬气色。娘娘，听说平津侯夫妇这回都要进宫赴宴，那2位姨娘也随行。知道了，娘娘，中秋宫宴是热闹的日子。平心侯夫人面色不太好，可是身子不适。平心侯政务虽忙，也要多关心夫人才是。本宫瞧着她比往日里憔悴了许多。多谢娘娘关心，夫君对我很是关爱。若不是婕妤娘娘赏赐下2位妹妹入府，臣妇也不至于这般操劳。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又善妒，害得我谢家子嗣凋零。本宫赏赐妾室给弟弟，应当应分。听说老夫人也在到处寻医问药，好帮侯爷面延子嗣呢。这是怎么了？难不成是侯爷身上出了问题？婕妤娘娘，我们夫妻本来感情深厚，因为你赏了妾室，导致我们夫妻有了分歧。以后娘娘还是少管别人家的事吧。夫人，侯爷不喜欢你，与娘娘有何干？娘娘是侯爷的堂姐，怎么就成了别人家的事儿？你自己不得侯爷欢心，反倒怪在娘娘身上，真是不懂规矩。夫人，您真是好大的脾气，娘娘赏的人你也敢打？他真正喜欢的人可在……闭嘴！你要死就自己去死，别牵连我们谢家。淑妃娘娘，刚才是妾身的不是，车身先自罚3杯，还请娘娘原谅臣妾。往后妾身一定谨言慎行，再不敢冒犯娘娘。好，娘娘没事吧？妾身带你去外面醒醒酒。娘娘先歇着，妾身去拿醒酒汤。婉仪，你还好吗？平津侯，你要干什么？快来人啊！天啊，淑妃娘娘，你和我夫君在这里做什么？婉仪，陛下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婉仪不愿风言风语毁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宁愿一死以证清白。婉仪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臣是被人引过来的。陛下，塞住他的嘴，带去赵玉。若敢让他死了，朕要你们提头来见。娘娘，您怎么这么傻？便是天大的冤屈，也不能拿命去搏啊！太医那死到哪儿去了？微臣救下来迟，陛下恕罪。废什么话！看不好淑妃，朕要你们整个太医院陪葬！启奏陛下，万幸！淑妃娘娘这一匕首虽狠，却因气力不足，且避开了心脉，仅是擦伤了皮肉，流血虽多，却并无性命之虞。那她为何昏迷不醒？娘娘体内残留有少许烈性迷药，此药霸道，加上娘娘方才心神受震，悲愤交加之下才闭气晕厥，只需服下微臣开出的清心散，调理几日便可散尽余毒，很快就能苏醒。恭喜陛下，娘娘平安无事，娘娘没事，老天保佑。还好你无事，否则朕定要平心侯舍全族为你陪葬。娘娘，你总算睁眼了。婉仪，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太医，快传太医！陛下，是陛下吗？别乱动，朕在，朕守着你，没人能再伤你半分。陛下，臣妾以为再也见不到陛下了。那片天好冷，门被锁死的时候，臣妾好怕。时辰去晚了，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朕要听你亲口说。中秋宫宴，平郡侯夫人递来一杯酒，说是前尘往事尽勾销。臣妾不忍在大宴上拂了她的面子，便喝了。谁知刚下肚便觉头晕目眩，四肢无力。人本想是将士引路，说偏殿清静，奴婢想跟着，却被宫人拦住了去路。他将臣妾扶进偏殿，转身便将门从外面反锁。臣妾喊天天不应，不久后平津侯便闯了进来，他步步紧逼，眼里尽是疯狂。臣妾虽是一介弱女子，却也知贞洁大过天。若让他玷污了臣妾，清誉受损事小，连累陛下受辱，太傅府蒙羞事大。除了那一柄匕首，臣妾当时真的别无他法了。混账！谢家竟敢如此胆大包天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设局害你！你且安心养伤。你喝过的酒杯已由太医验出迷药，谢燕与江氏如今已被投入诏狱，严加审讯。朕已下旨严加审讯，他们蓄意构陷一品淑妃，妄图损毁朝廷命妃与太傅府清誉，
朕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，给你，给崔家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。臣妾谢陛下信任，有陛下这句话，甘心的。胡说什么？朕准你长长久久的活着。我还有奏折要处理，先走了。你好好休息。好。小姐，我们演的太逼真了，皇上都相信了呢。是啊。不可能！放我出去！我要见皇上！本侯是被人构陷的，是有人设局引本侯去偏殿。我与淑妃清清白白，圣上不能偏听偏信啊！呸！省什么谢侯爷？进了这儿，还没人能全许全委的出去。谢侯爷，这赵玉的喊冤声，圣上听不见。您与其白费口舌，不如先看看这桩构陷的铁证。这不可能！不是我没有，不是我做的。张氏，事到如今还敢抵赖？那个被你用100两银子收买，去引开淑妃身边宫人的太监已经全招了，酒杯里的迷药残留与你袖中搜出的药粉一模一样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不怪我，真的不怪我，是表哥心里惦记着崔婉仪，是他成亲后还回不守舍，非要进那个偏殿去见他，是他逼我想办法的。我是为了保住侯府夫人的位置，才不得已而为之，全是谢燕的错。供词已录，签字画押。两位，这地方冷，多保重。我只是想亲口问问他，在宫里过得好不好。见他一面，谢燕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心里想的居然还是见他一面。为了成全你这份深情，我丢了名声，我收买宫女，我在这酒里下了见不得光的药，我把这一辈子都赌进去了。结果你告诉我，你踏进那个偏殿，只是为了见崔婉仪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做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？够了！你口口声声为了我，难道不是为了你那平静侯夫人的位子？如果你不生出那些龌龊的心思，如果不去害她，我们何至于此？如果不做这一切，瑶瑶，你不该这么做的。如果你没下药，如果没有这一切，若不是你进京之后对我忽冷忽热，若不是他进宫之后你就跟丢了魂一样，我何必出此下策？是你先变了心的。我魂不守舍，是因为我知道是我亲手把他推进宫里去。皇上，赵玉那边连夜突审，平津侯夫人江瑶此前密会了一名负责引路的低等宫女，以区区100两白银封口，诱其在中秋宴上引开淑妃娘娘身边的霞儿及一众随从。随后，江氏亲手在进献淑妃的果酒中投入烈性迷药，并提前将消息透给平津侯，诱其进入偏殿。其目的是意图让陛下亲眼装2人共处一室，以此彻底败坏淑妃娘娘名监，坏其妃位，更要以此动摇太傅府在朝中的清流根基，让崔家蒙羞。100两银子就想买朕的一品淑妃，买朕的太傅嫡女，谢家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平津侯夫妇构陷一品命妃，祸乱宫馗，企图动摇朝廷重臣基石，按大律该当何罪？构陷宫妃，大不敬之罪，按律族亲株连之罚，全凭圣上裁夺。皇上，惠洁玉娘娘在外已跪了2个时辰，此刻面色惨白，说是谢氏一门罪孽深重，她身为谢家女，特来请罪。朕的爱妃动作倒快，让她进来，朕倒要听听她拿什么来请罪。皇上，谢家教女无方，任由江氏那等恶妇蛊惑侯爷，竟敢对淑妃娘娘生出如此龌龊构陷之心。谢燕与江瑶罪大恶极，谢氏一门绝不敢有半点包庇，臣妾亦无言求情。臣妾愿领谢氏治家不严之责，哪怕废位入冷宫，亦绝无怨言。只求皇上念在谢家祖上曾为社稷效力，谢氏其余几十口族人并不知情，求皇上圣裁，莫要祸及无辜。谢氏满门定当勇敢皇恩。惠婕妤，谢燕是你的亲堂弟，平兴侯府与你谢家同气连枝，你且告诉朕，谢燕在偏定意图染指朕的一品淑妃时，她在欺朕，还是在欺着天下法纪？臣妾知罪，臣妾自知教导无方。谢家出了谢燕这等色胆包天的孽障，总是万死也难辞其咎。可皇上，谢家上下几十口人，大多安分守己，并不知道这孽长的疯狂行径。求皇上圣明，莫要让无辜之人为他的罪面陪葬。皇上，淑妃娘娘求见。快宣！臣妾给皇上请安，见过惠婕妤。你身上还有伤，怎么不在长乐殿好好歇着？这儿冷，万一吹了风怎么办？臣妾若不来，怕是皇上这雷霆之怒
要把整个谢家都夷为平地了。他们谢家敢动朕的人，朕便是平了他又如何？皇上，此番构陷之局，主谋为江瑶与谢燕二人。江瑶因妒生恨，谢燕色令智昏，他们二人罪无可赦，子不足惜。该如何处置，皇上自有胜断。只是谢氏一门百年勋贵，族中多有无辜，况且臣妾感念这份情分。谢家并非人人都是谢燕，臣妾斗胆，请皇上莫要祸及无辜，全了谢家最后的脸面。婉仪，你受了这般大的委屈，险些丧命，竟还要替这些伤害你的人求情，你呀，就是太心善了。传朕旨意，平津侯谢燕、姜氏瑶瑶构陷宫妃，祸乱宫廷，即刻处斩。谢燕所属一房男丁流放，女婿没入宫廷。至于其余谢氏族人，朕念在淑妃求情的份上，暂不宽究。但平津侯世袭爵位德不配位，自今日起即刻革除。谢家子弟3代内不得可吵入室。谢皇上隆恩，臣妾窦谢氏百口预定，叩谢娘娘救命之恩。娘娘，请吧。伤口可还疼？不疼了，臣妾身子骨没那么娇贵，让皇挂心了。朕要你记住，信你，这宫里就没人能动得了你。朕不想要一个为了清白却赴死的淑妃，朕只要你活着，以后不许再这样伤害自己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先保住自身。臣妾记住了。圣旨到，平西侯谢燕、平西侯夫人江瑶合谋构陷淑妃，损毁朝廷命妃清誉，祸乱宫闱，大不敬罪确凿，判斩立决，即日行刑。钦此。婉仪，你当真如此狠心？婉仪，皇上开恩，是崔婉仪害我，是他害我啊！表哥救我，我不想死。老夫人，快来人！老夫人晕过去了。我的燕儿，我的燕儿，圣上何其忍心，竟要断我谢家的香火，夺我谢家的门楣呀！老夫人，您保重身子。侯爷他也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若不是江瑶那个丧门星，我的燕儿怎会落到如此下场？江瑶，那个卑贱的犯官之女，当初就不该让她进门，是她插眼在先，构陷是个祸害，害死了我的儿子，还弄丢了谢家祖上传下来的爵位。听说了吗？圣旨刚下，谢侯爷和那将士都要在菜市口问斩了。唉，这就是命了。平津侯府这回是真的彻底完了。谁叫他自己做的？当初崔大小姐何等尊贵，她非要在成亲当日弄出个平妻来恶心人，生生把太傅府推到了对立面。哼，可不是嘛，放着好好的嫡女不娶，偏要宠那个姜氏，结果倒好，那姜氏为了争宠，连构陷宫妃的阴谋敢想。谁叫他自己做的？好好的婚事不要，偏要弄出这些事儿来。表哥，你看看我，事到如今，你难道连一眼都不愿意看我了吗？这两人竟敢合谋陷害淑妃娘娘，那可是太傅家的嫡长女，当今的一品淑妃啊！何止是胆大，简直是包了天！淑妃娘娘何等尊贵清白，竟被他们这般构陷，这不是自寻死路是什么？要我说，最可恨的就是这个姜氏，本就是犯官之女，成了侯府的恩情不思报答，反倒惹出这天大的祸端，生生把平津侯府给做没了。罪囚谢燕、姜氏瑶瑶蓄意构陷淑妃，损毁重臣亲望，祸乱宫闱罪当诛，犹皆示众毙，即刻押赴刑场。我不要死！表哥，你说话呀！你从前什么都能办到的，你救救我！一步踏错，满盘皆输，由不得旁人。娘娘底子厚，调理了这大半个月，受朕的心神已然稳固。只是这心口的伤，虽是皮肉伤，到底见了红，还是得仔细养着。有劳太医了，后续按方子照常配药便是，不必日日来回便。娘娘，这是刚出过的，太医说了，这几日要多静养，补补气血。您尝一块。谢燕和江瑶的事都了结了，都了结了。行刑那日，菜市口围满了人。奴婢听说，谢老夫人在府里哭得几度断气，醒了就哭天抢地的骂那江瑶是丧门星，真祸害，害死了她唯一的宝贝儿子，还生生弄丢了谢家祖传的爵位。娘娘，尘埃落定了，您还好吗？好着呢，霞儿，你倒是比我还操心。奴婢能不操心？您在那偏薄对自己下狠手的时候，奴婢这魂儿都吓飞了一半。奴婢就是担心娘娘。傻丫头，不狠这一步，换不来往后的安稳。我说了，我好着呢。太甜了，你有伤在身，朕准你免礼，坐着便是。太医说甜的补气血，清静日子粗茶淡饭也相宜，反倒比宫里踏实。婉仪，那日的事是朕没有护好你，
让你受惊了。皇上已经及时来救了臣妾，臣妾没事，能得陛下挂心，已是臣妾的福分。以后朕不会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。谢家爵位已除，京中再无人敢轻易动你，你安心养伤就好。臣妾谢陛下，有陛下这句话，臣妾往后便什么都不怕了。好生休养。淑妃娘娘，大喜！天大的喜事啊！何时跑的这般急？仔细办了门槛。娘娘入宫将近1载，今日早朝，太后娘娘亲口提议，随后督察院与6部百官齐齐联名上折。百官们说，娘娘出身太傅名门，品性端庄，宽仁有度。尤其在先前那场构陷之乱中，娘娘宁死不屈，却又顾全大局，保全了谢氏无辜族人。此等胸襟，堪为6宫表率。众人恳请陛下册立娘娘为中宫皇后，母仪天下。知道了，有劳公公跑这一趟，奏折暂且放下吧。霞儿，取1锭银子赏公公沾沾喜气。奴才谢娘娘赏赐，奴才告退。娘娘，您听见了吗？中宫皇后是皇后啊！当初咱们从平晋侯府退婚离府，京里多少人等着看咱们崔家的笑话，说您是被气的下堂妇。这一路走得太不容易了，那些曾背地里嚼舌根的人，这回该把舌头都咬断了。瞧把你激动的，皇后之位看着是顶尊荣，脚下全是烧人的炭火。百官联名只是个由头，陛下还没真正发话呢。这时候先乱了阵脚，传出去未免显得咱们沉不住。陛下那么疼您，太后又亲自牵头，这事还能有假？越是这种时候越得稳住，路到尽头最怕摔在门槛上。百官的折子朕批了。太后今日在那慈宁殿里拉着朕说了整整2个时辰，话里话外全是你的好，连素来不是后宫氏的老首辅都递了密折，说你品性端方，堪为6宫表率，满朝文武竟无半分异议。你入宫这1年，受了旁人想象不到的委屈，但你守住了崔家的风骨，也守住了朕的颜面。太傅府是国之栋梁，你更是朕心里唯一的后卫人选。于情于理，这天下之母，非你莫属。中宫位尊责重，臣妾才德浅薄，恐怕担不起这份重托，有负陛下与太后的期许。朕说了，私下里你我之间不叙这些虚礼。臣妾入宫，承蒙陛下庇佑，若能为陛下分忧，理顺后宫，臣妾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。往后定当谨言慎行，打理好6宫桌事，不让陛下为后宫琐事分心。朕已经定好了，就在下月你入宫周年那日，朕要在那天行册封大典，让那谢燕和江瑶在地下也看看朕的皇后是何等风光。臣妾都听陛下安排，前尘往事早已尘埃落定，臣妾如今心里只愿伴在陛下身侧，恪尽本分。臣妾谢陛下隆恩，必定不负陛下信任。皇上，这圣旨的急稿您已经斟酌1个时辰了，礼部那边尚书大人还带着人在偏殿候着。让他们进来。是。臣礼部侍郎参见皇上。皇上，礼部已经连夜拟好了册封的礼仪章程，还请皇上过目。皇上，可是这章程有何不妥？按例，按的是哪家的例？皇上，册封皇后礼制重大。淑妃娘娘虽是出身太傅名门，但按大统按例应循继后之规，仪仗央减3成，以示谦虚。是啊，皇上，若是规格逾矩，朝中御史台那边恐有危。闭嘴！朕立的是皇后，是朕的嫡妻，减3成，朕还要再加3成。朕要的是万民敬仰，要的是10里红绸铺满长街。可这不合组织啊！朕的话按最高规格来，无论是金册冠冕，还是封后时的民中次数，都要盖过前朝所有皇后。朕要让全天下都知道，崔婉仪是朕亲封的皇后。臣遵旨。皇上，那封后大典定在何日？淑妃入宫周年那日，是大吉之日。当初她带着多少流言入宫，朕就要让她在那一天带着多少荣耀登上后位，就定在那日。是，奴才这就去传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淑妃崔氏系出名门，温婉淑德，入宫以来秉性端良，堪为6宫表率，兹特册立为中宫皇后，赐金册奉印，则即日行封后大典。钦此。臣妾领旨，谢陛下隆恩，谢太后娘娘隆恩。皇后娘娘快请起，这往后可是6宫之主了。恭喜皇后娘娘今日在宫里听着消息，那笑脸就没合拢过。娘娘特意遣老奴来给您报喜，还叮嘱老奴带句话。嬷嬷请说。娘娘说了，您入宫周年那天的封后大典，她老人家要不顾老骨头亲自到场给您坐镇。娘娘说，当初让您受了委屈，这回全天下都瞧瞧谁才是大顺名正言顺的主子。
有劳嬷嬷转达，臣妾感念太后娘娘的恩典，定不负娘娘厚爱。娘娘，皇后，你是皇后了。奴婢刚才在那儿跪着，听着皇后2个字，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。娘娘，您还记得吗？当初大婚那日，谢家张灯结彩，那个没良心的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牵着那个狐妹子江瑶出来，他当着那么多亲友宾客的面，既然说要把您跟那个犯官之女相提并论，还理直气壮的让您做平妻。那时候，奴婢还以为这辈子都毁了，以为您这辈子都要在那平津侯府里受谢燕和江瑶的气，谁能想到啊！如今谢家满门抄没，那2个贱人已经成了灰，而您成了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记得，霞儿，那都过去了。太傅夫人、太傅公子到。婉儿，我的心肝儿，快让娘瞧瞧，在那偏冠里，你对自己下手怎么敢那么狠？你这孩子，打小连针扎一下都怕，如今为了那起子小人，你受苦了。娘，您别哭，若不流这点血，皇上怎能下定决心除掉谢家？若不在这偏殿待一段时日，朝中百官又怎会觉得欠了女儿一份公道？您瞧，女儿这不是好着呢吗？婉儿，你这一步棋走得险，却也走得极妙。如今外头都传开了，说你是为了全太傅府的清明，全皇上的体面，才宁死不屈。昨日百官联名请立你为后，那折子在御书房堆得半人高，爹在朝中听说了，高兴得一夜没睡，自个儿在书房喝了一整壶老酒。封后只是开始，往后的路还要崔家和我一起走。这皇后的位子不仅仅是我的，更是崔家的。谢燕和江瑶不过是垫脚石，真正的博弈在后头呢。妹妹教训的是，爹让我带句话，说你在宫里要好好保重，外边有爹和我在，崔家永远是你的依靠。我知道。手脚都给老身放利索点儿。娘娘明日就要行册封礼，长乐殿的一草一木若有个闪失，仔细你们的皮。娘娘才刚回宫，这阵仗竟比当年的惠姐人还要大，可见这后位定是坐得稳稳的了。主子的事儿也是你们能议论的，赶紧干活。微臣上一举女官，给娘娘请安。起吧，这就是明日要用的礼服。娘娘，这件礼服是照着您的身形量身定制的，请您试穿一下。微臣用了上百名绣娘，7天7夜不敢合眼，就为了不差这分毫。去内室吧。娘娘，您真好看，好看才能撑得起这身衣裳。娘娘说的是，咱们长乐殿就该是这样的气派。真是阵仗！当初在谢家大门前被那样羞辱的女子，今日能一步步踏上这御道。皇后娘娘奉开道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崔氏婉仪，温良敦厚，武仪之德，自立为忠告天下，现使闻之。谢家当年眼下，竟把这样一位重公之才推向了圣上，如今这平津侯府，怕是在泉下都要悔青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才是真正的凤凰。谢家那等潜水如何留得住？陛下，臣妾别无所求，只愿江山永固，万民康泰。臣妾愿辅佐陛下打理六宫，与陛下白头偕老，恩爱不移。朕与婉仪自然白头到老。皇上驾到！大典累了一整日，私下里便别具这些礼了。今日封后大典，礼部那些平日里只知道钻研古籍的老顽固，私下里跟朕回话时，竟都忍不住感慨：大顺开国至今，从未见过比你更好看的皇后。礼部的人见惯了典籍规矩，何曾见识过美丑？再者说，他们见过几个皇后？说的也是，朕在位至今，他们见过的皇后确实只有你一个。皇上说的是，奴婢方才在城楼下瞧着，底下的百姓眼睛都直了。咱们娘娘今日当真是人比花娇，把那百花都比下去了。你这个丫头，跟了皇后一段日子，这嘴倒是练得越来越甜了。皇上过奖了，奴婢说的可是大实话。动作快些，别惊扰了主子说话。霞儿姐姐，您瞧陛下待娘娘的心意，这六宫里再找不出第二份，往后娘娘坐放中宫，咱们也总算能彻底安心了。是啊，从前在侯府受的那些搓磨，在宫里遇的那些风波，总算是都熬出头了。娘娘这般心性与能耐，本就该站在最亮的地方。婉仪，从前的事，朕没忙想起，总觉得是朕欠你的。
皇上不欠臣妾的。这世间的缘分兜兜转转，终究是有定数。那些在宫外的旧事早就过去了。那个谢彦都还那般自以为是，他以为是朕仗着皇权夺了他想要的人，可他哪里知道是他自己有眼无珠，是他自己亲手将你推来朕身边的。他那样的性子，即便没有皇上，臣妾也断不会在平津侯府消磨一生。你有这份心气与眼界，才是最难得。婉仪，朕给过你的承诺字字千金，朕说过，朕与婉仪白头到老，朕是认真的。臣妾知道，世人都说后宫女子要凭子嗣立足，可我偏不。家世为基，品性为骨，崔家长盛便是我最稳的靠山。江山稳固，此生足矣。